水里月，未曾如掌胸内，成败因仇恨爱，怎去篡改？从幻变的世代，既然难得你在，何是天地偏偏换我来？谁和谁推弓引箭，伏于翻海？谁和谁追心刻骨，但未敢爱？谁祈求腥風血雨再種花開？熱血赤膽，從無可替代。橫越長空與深海，用時歸去有來，漸慢從一剎張開，以後必更精彩。日月塵灰現於腮，故事總有你在。記住，如果要分開，再回來。他们就是刘备、关羽跟张飞。我记得刘关张了。刘皇叔，很荣幸见到你，你真英俊啊！很痛。三弟，这位小兄弟肯定并无恶意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张飞出名冲动，我知道。你握手，握手。我在冀州老家会这么做，是打招呼，礼貌。我第一次跟诸葛亮握手，他都没有跟我发脾气。大哥，他认识我们要找的人。小兄弟，我们由新野来，是想拜会诸葛先生，你可否为我们引荐？到了，就在这儿。门锁着，这么快出去了？不会吧？哎，到底诸葛亮是否栖身于此？哎，当然了，骗阿猫阿狗都不敢骗关二哥。淡泊以明志，宁静而致远。此处的确是卧龙先生的居所，要拜见卧龙先生这种世外高人，等候是应该的。对呀，对呀，等一下，应该很快回来了。卧龙先生可能出远门，等下去不是办法。我看我们先回新野处理公务较为妥当。嘿，大哥，切勿再被愚弄，我们走吧。我没有啊，刘皇叔，你一定要等诸葛亮，一定要等，不等不行的。本将军绝不打消此念头。公务不急于一时，我们先暂居别院，体察民情也无妨。是，主公。小兄弟，你若有卧龙先生归来的消息，可以送信去驿站。韩军师会通知本将军再来拜访。好，收到，收到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很快会收到我的信。哦。嘿，由新野赶3天路来的隆中，竟然扑个空。但是总算有些眉目。一个诸葛亮，值得大哥如此不辞辛劳吗？闲事难求。当年齐桓公遇见东郭野人，5次求见才得见一面。周文王也是亲自拜会姜子牙，才得到一位贤相。主公真是礼贤下士，韩良衷心佩服。这个诸葛亮，我们只是闻其名，未见其实。徐庶的才干，你们有目共睹。水镜先生亦智慧过人，他们2位都向我力荐诸葛先生，可见诸葛先生非比寻常。徐庶本助我一臂之力，曹操用计迫使他转投曹营，我已损失一位人才。这次卧龙，我志在必得。哎，卧龙、凤雏，2者得以可安天下。希望水镜先生所言属实。只怪韩良庸碌，
无法辅助主公。韩军师，你尽力辅助本将军，无需自责。只是天下纷乱，粮食相助，多多益善。我们只懂上阵杀敌，未能为大哥分忧。哎，战将同样重要，但是我已有2弟、3弟，加上赵子龙，可谓战将如云。所缺乏者，就是一个能够看透战局、扭转乾坤之人。万一卧龙先生不愿跟随大哥呢？玄德不惜一切，就算要我3跪9叩，我已甘愿。倘若我是诸葛亮，能够得到主公的隆情礼待，我一定鞠躬尽瘁。云信兄弟找我们何事啊？孔明大哥去哪儿了？孔明兄陪嫂夫人返回娘家探亲，要初2才归来赏菊。到时我们3位又可以一同畅饮了。是初2吗？确实，是初2吗？别糊弄我啊！赶时间，我走了。糊弄？阿根呐，今天是初1吗？是啊，你问过很多次了。那明天就是初2了。过了初1，当然是初2了。我也知道，在暗示我笨呢。当然不是啊，只是云信大哥你一向都很聪明，但是这几天一直念着初2。这个日子很重要，弄错可能会改变历史，到时候你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我不能再耕田了。主公，我们走另一条路回去吧，那条路程较短。明明通知他们初2来，怎么初1就来卧龙村了？他们好像准备离开啊。对呀，准备散会了。散会？刘关张，嘿，混小子来了！喂，你们我你再次戏弄我们，要我们在草庐又白等一天。什么？孔明大哥初2才回来，你们今天来当然白等了。你信上写着初1，诸葛先生会回到草庐。什么呀？你们用的字跟我老家用的字差不多，用隶书吗？我用隶书写初2的。我们看不清，是写着初1。不是，明明是初2，我亲手写的，我写了2横，只写了1横2横，1横，2横，2横。无需争执，看信便知。对呀，拿出来。没带在身上。韩军师做事谨慎，重要书信向来随身携带，为何此次？啊，原来有备。就是这封。下边。啊，你这死家伙，动了手脚。嘿，明明写着初1，你自己看。你作何解释？没有证据，辩也没用。好，我忍你，千万不要坏了大事。是我写错，少写了1横，是我不好，害刘皇叔你们白走一趟。只是场误会。既然卧龙先生初2回来，我们明日再来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还听他胡言乱语？3弟，用人勿疑。韩军师，是吗？是，主公。相信我，明天一定见到。为何如此笃定？3顾草庐嘛，第3顾一定行。3顾草庐，1不离2，2不离3，多顺口啊。好，再等1日。如果明日依然无缘见到卧龙先生，只得作罢。小兄弟，既然卧龙先生初2回来，明日草庐见。云信大哥，他们真的很想见诸葛先生。这个韩军师原来是奸臣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约刘皇叔初2来，他去掉1横变初1，让刘皇叔见不到孔明大哥，分明是嫉妒我。他怕刘皇叔用孔明大哥做军师，他就失宠了。哇，真的很奸诈啊！幸好我还有港南18世之死撑着，撑得住。刘皇叔相信我，不过明天就不容有失。他们俩这么早就走了，孔明大哥又不在家。云信兄弟，你找我？孔明大哥，见到你我就放心了，进去再说。来，哎，来，别急，别急。很好，今天样子够俏。你神色慌张，是不是我离开这几天
卧龙村发生了大事。大大的事啊！刘皇叔刘备啊，找你2次都见不到你。刘皇叔找我，所谓何事？哦，这点留给他自己说吧。总之这次是第3次，你一定要等他。但是我魏时约了广元兄和周平兄去赏菊，他们已经去张罗美食，我不能失约。反正魏时还没到，他们很快就到了。等一下好吗？3顾草庐最后一次，不见不行。有了，港南18式推拖拉。云信兄弟，喝得如此之慢，何时才能喝完这坛酒啊？哎，美酒当然要慢慢细心品尝了。说话要算话，今天一定要把这坛酒喝完。恐怕到魏时，一半还没喝完。来，云信兄弟。哇，你喝酒还是倒酒啊？一醉到天明，一乐也。你已经走不稳了，不是这么快就醉了吧？喂，他们就快来了。也好，睡着了，总比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赏菊好。卧龙先生，刘备刘玄德求见。那，别说他要不在家。他在，进去说。卧龙先生正在午睡。哎，大哥，赶快叫醒他。嘘，坐下等。实在太无礼了，三弟，大哥。竟然是位小兄弟，年轻有为。孔明大哥，刘皇叔来了。刘皇叔，孔明有事远迎，实在抱歉。诸葛先生有礼。孔明一脸睡容，稍作梳洗，再与刘皇叔详谈。还要我大哥等？三弟，我们前来求见，焉能无礼？诸葛先生，请便。二弟、三弟，去庭院等我，我要与诸葛先生单独倾谈。是，大哥。对啊，你们出去吧。我也出去了。哎，没事干，猜个谜语啊。刘关张3兄弟比赛，看谁跑得快，跑得关公脸红了。你猜？猜什么？关公、张飞、刘备，谁最累？关公、张飞、刘备。嘿，无聊。嘿，汗流浃背，你都不懂吗？关二哥，我曾经听说关公月下识貂蝉，你在哪儿的月下认识貂蝉的？你再胡说，我把你扔出去。是释放的释，不是认识的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中文会考不合格。要皇叔亲临久等，孔明实在惭愧。卧龙先生不世之才，肯见玄德，实乃玄德之福。请坐，请坐。方才皇叔初见孔明，似乎对我的年岁有所惊讶。是惊喜。匡扶汉室非一日可成，先生年少有为，可助玄德完成大业。皇叔志向远大，并非志向，乃大义所在。如今汉室倾颓，奸臣当道，大义不能身于天下，苦的就是黎民百姓。皇叔为的是苍生，并非一人之成败，孔明钦佩。玄德3顾草庐，盼望能得良策，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。卧龙先生，你有何高见？西川54州图，
要成大业，必先三分天下，取其一，大事可成。三分天下，玄德只在新野小地练兵，何能取其一？曹操灭袁绍，进得北方要地，用100万兵马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皇叔不可与之争锋。孙权想3世基业，坐守江东，占尽地利，而且兵强将勇，皇叔亦不可与之为敌。北方、东方已成定局，仍有希望的只有荆州和益州。荆州乃兵家必争之地，得之可通天下；益州乃天府之国，险要肥沃。当年高祖刘邦亦是以此为基，继而成就帝业。先生要玄德夺取荆州、益州。正是。荆州刘表，益州刘璋，皆为汉室之后，玄德岂可同时操戈？成大业，不可妇人之仁。荆州、益州百姓皆知刘表、刘璋无能，早已认定皇叔为真命天子。玄德何德何能？皇叔如果乃无德无能之士，孔明亦不会多费唇舌。皇叔乃仁德之士，尽得人心，凭借人和，才能力抗占天时的曹操，占地利的孙权，如此才能三分天下。三分天下，卧龙先生，你可愿助玄德完成拯救黎民之大业？孔明愿效犬马之劳。恭喜孔明兄终于觅得明主。呵呵，孔明兄这次确实考验出刘皇叔之气度和耐性。良禽择木而栖，孔明等这位明主也等了很久。这次要多谢2位贤兄相助。我们2位只是帮孔明兄办了件小事，知道刘皇叔会来草庐找你，立刻通知你离开草庐，让他们扑个空了。原本我只是想考验刘皇叔的耐性，是他找不到我之后会不会轻易放弃。岂料那个韩良枉做小人，云信兄弟说韩良在信上动了手脚，将你的归期由初2改为初1。孔明兄，你以后一定要提防韩良这个心胸狭窄的小人。就因为他枉做小人，令我更能看出刘皇叔的诚意。刘皇叔最后还是三顾草庐。还有，我装醉，元龙高卧，刘皇叔依然静心等候，可见刘皇叔有相当的气度。其实，一位明主最重要的就是仁德，我还需要一段时间去观察。相信刘皇叔一定不会令孔明兄失望。但愿如此。夫人，夫君，难怪这几天你精神一直不好。原来每晚你都帮我试写兵书。这本安西国兵书所记载的战役战术，也许对你有帮助。我要尽快一写完成。也不需急于一时啊。过2天你就要启程了，我怕赶不及。夫人，你身子一向虚弱，还要为我如此操劳，让我于心何忍呢？不要紧，你启程之后，我就返回娘家，好好调养身体。你无需为我操心，你也不用怕我孤单，有爹娘和巧莲陪着我，你就去做你的大事。你当真愿意我一个人去新野，让我无后顾之忧？是啊。但是我一直希望带你一起去，从来没想过留下你一个人。夫君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才能真正无后顾之忧。我希望可以与月英你同悲同喜，休戚与共，2个人等同一个人。夫君，你一直这么想吗？孔明希望每一天你都在我身边。
为了省电，1天开1次。妹妹，你乖，你听话，要发短信给我。哎，真的有短信啊！大哥，有好消息，警察找到卖毒品的人，证实那些毒品是卖给周志贤的，你是无辜的，警方已经撤销控罪了。耶，我没事了，还我清白了。曹博士说，那天黄道12宫连成一线，开启了时空穿梭之门，所以你才回到三国时代。下次星体再循环一次，黄道12宫再连成一线，是在今年农历8月15，你去同一个地方就有机会回现代来。8月15号龙谷滩见，有事随时发短信给我。耶，太好了，我可以回香港了，可以回香港了。哎，快回条短信，爱死你，我的妹妹。云信大哥。云信大哥，哇，草轮那边很多人啊！是吗？是啊。他们去干嘛？孔明大哥都快要去新野了。听说诸葛先生会请人去新野做谋士，所以很多人去碰碰运气，都在草庐外等候要见诸葛先生啊。全都是白痴啊！白痴？哎，孔明大哥找人当谋士，肯定是找最死党、最能干的人去了。那到底是谁啊？哼，这还用问？当然是我了。哎，他跟你说过了。哎，死党之间不必说出口的，他怎么会不找我？开玩笑，时间刚刚好啊。反正我有几个月时间，有空就帮帮他喽。谁叫他是我的偶像，孔明大哥呢？哎，广元兄、周平兄，与孔明大哥话别啊！我们在此谈天说地。对了，你赶走那些不要脸、想做谋士的人啦？我已请他们回去了。啊，谋士一职已有人选。对呀，一群不要脸的人。啊，孔明大哥，何时出发去星野啊？明日一早启程。那晚上要整理行李了。所有细软，夫人已经帮我打点好，你无需担心。哦，那太好了。我没行李，这样就能走了。不过孔明大哥，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，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嘛。啊，对了，做谋士呢，有多少工钱啊？有多少辆马车啊？有多少个丫鬟？一年有多少天假？云信兄弟，谋士一职根本没马车，没丫鬟，工钱也很少，而且四处征战，兵凶战危，并非人人适合。谋士人选，我早已决定。就是广元兄与周平兄。再说一次，没有我份儿。我饿了，饭跟煮了饭等我。我当你是死党，你就要我下岗。之前我帮过你，你都不找我当副手。死猪、病猪、笨猪、烂猪，拔光你的草，劈光你的柴，劈死你！孔明兄，他似乎还是很激愤啊。别管他，我们谈谈如何协助刘皇叔。出去看看。劈死你！柴都劈不开，斧头也耍我。知错了吗？来求我了吗？云信兄弟，不要以为就这么算了，我还在生气。求我，我很大方的，可能会原谅你。你没事吧？哎，算了算了，看你这么俏，不生气了。我回去准备跟你去新野。哎，我只是想看看你怎么样，别无他意。谋士之人选，我真的没有考虑你。如果有任何误会，孔明实在抱歉。我进去了。诸葛亮，站住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对你好，你这样对我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当时刘琮亲兵来抢掠，不是我内军，那些士兵肯定都贪生怕死。你有办法吓走他们吗？你新婚过大理桥断了，不是我想办法骗你岳父岳母，你能结婚吗？不是我拉你喝酒，让刘备塞口草庐，你能当军师吗？云信兄弟，亏我让你孔明大哥，你叫我云信兄弟，这样的兄弟我才不要！
我与你只相识不久，我真的想不到你对我的友情这么深。倘若其中有何误解的话，就当孔明的不是，衷心向你赔罪。什么意思啊？划清界限啊！做谋士，助皇叔匡扶汉室，任务艰巨，非同小可。我并非低估云信你的才智，你的港南18式我很佩服，但是行军打仗是生死之事，我不可以让你去冒险。那他们呢？你又叫他们一起去？他们2位是我生死之交。他们是生死之交，生死与共，我就相识不久，用完就扔。哎，别再喝了！你说，诸葛亮是不是没良心啊？是，不过呢？是就是，不过什么呀？你没听清楚我在那多好吗？很清楚，你说了1个晚上，说了10几次，说的才10几次啊！不行，我再说10次，我要继续说。小心呢！我能坐这儿吗？听你这么说，诸葛亮简直对你是过河拆桥，不仁不义。我骂他干你屁事！他对你这个朋友如此绝情，往后我跟他共事也会如此对我。你恨他抢走你的位子而已。诸葛亮只是个山野隐士，是否真材实料尚未知晓。主公既然如此重视他，相反，我立下不少汗马功劳竟被忽视，没人会甘心。你也不甘心。要我怎么做？你很了解诸葛亮，有道是知己知彼，我可以帮你出一口气，各取所需。云信大哥，诸葛先生始终是个好人，又帮我们村子。低头吃东西喝酒，不许说话。哦，怎么样？我是否比诸葛亮优胜，目前还未知，但有一样我肯定优胜于他。什么？我知道谁是人才，你一定是。不选你当谋士，绝对是他的损失。好，成交。我当你的谋士，条件是要带他去当兵。好，爽快。去买新衣裳，当一个体面的谋士。云信大哥，你真的要这样啊？你真的要当诸葛先生的敌人啊？啊！我要他知道他没眼光，我要他后悔。夫人他们已在东乡安顿，我带军师去见主公。有劳。你后来决定带他来吗？这么晚呢？诸葛先生，你终于来了。参见主公。哎，免礼免礼，大家都认识了吗？在下韩良，诸葛先生有礼。韩军师有礼。上次在下有公务在身，未能与草庐相见，真是可惜。鼎鼎大名的卧龙先生如此年轻，实在令人惊讶。主公，我为你介绍我的新谋士司马信。小兄弟，你不是诸葛先生的朋友吗？为何会成为韩军师的谋士呢？诸葛军师那么多朋友，怎么会记得我这个好朋友啊？还有，他不认为我是人才没关系，有人知道我是就行了。大家都是想扶助汉室，目标一致，无分阵营，无分彼此，团结最重要，是吗？是主公。这个翰林堂本是韩军师的居所，不过他知道诸葛军师即将到达，所以特意让出。原来如此。诸葛军师，若是没其他事，在下先行告退。有劳王长史。哎，看来这位韩军师人还不错哦。是否有何不妥？嫂夫人，你果然聪明。这个韩良不安好心，找了云信兄弟当他的谋士，分明针对孔明兄啊。我们一到达就有麻烦事。大家都为主公办事，先勿有偏见，观其言行后再议。这批是我军军情，韩军师命我们送过来给诸葛军师过目。
请帮我回谢韩军师。是，诸葛军师。军师，东乡翰林堂比这边清静优雅，为何要让给诸葛亮啊？主公器重他，有心抬举他。他走得越高，住得越好。他若无功绩，就跌得越快，伤得越痛。军师好计谋啊！他真奸诈。怎么，不同意我的做法？啊，不是，范根是问何时可以入营啊？哦，已经在安排了。云信，我们好好为主公办事，不能让诸葛亮太嚣张。放心，这里环境越恶劣，诸葛亮做得越好，我斗志越旺盛。有许都的细作传回消息，曹军已在叶郡建造玄武池，开始训练水师，看来已经有挥军南下之意。曹贼记仇，不瞒我们曾投靠袁绍，这次目标很明显是我们。我们立刻造船迎战，兵来将挡。你们两位是军师，为何不说话？诸葛军师才智过人，应先听听他的对策。孔明未有对策。没对策怎么配做军师啊？在了解我军所有军情之前，任何对策都是妄动。军粮有限，造战船、造舰、增兵或者添战马，都需考虑得清清楚楚。走错一步，便会影响大局。我军所有军情之书简，2日前已送至东乡翰林堂，诸葛军师尚未了解清楚。熬一晚通宵就看完了，更何况诸葛军师一目十行，速度超级快啊！送来的书简实在太多太乱，又有重复之处。我们已连夜整理，但是仍然无法清晰掌握。就是说，责任在我们这边了。诸葛军师刚到达，未能适应一切是人之常情，我又未能好好辅助他，是下官的责任，请主公见谅。了解军情是孔明自己的责任，韩军师并无任何错失。他没对策。韩军师，你是否有啊？造舰船需时耗费甚多，实属不宜。况且，恐怕会引起孙权的猜疑，倒不如我们派细作假传消息，说曹军的目标指向孙权，由孙权牵制他们。当然，我们也要训练精兵以作后盾。好，韩军师真聪明，乾坤大挪移，把球传给孙权，让曹操跟孙权打个2败俱伤，我们再捡便宜。不像某些人一句未有对策，在这里混日子。大哥，你很重视诸葛亮，但是他却哑口无言，居然没有对策。二弟也认为诸葛军师名大于实。相反，我认为诸葛军师真人不露相，气度不凡，能够坦言相告，没对策就是没对策，并非一般人的胸襟能做到。韩军师随随便便就能说出一个对策了。他的对策并无特别高见，而且弄虚作假，利用孙权亦并非正道所为。韩良更加处处针对诸葛军师，但是诸葛军师淡然以对，有大将之风。既然大哥对诸葛亮信心十足，那我们拭目以待。我陪你练。哦，我不敢呐，周将军。上了战场，不分你我，只有敌人。来，尽全力。是。打得好！你的优点是力气大，但是下盘不稳。知道自己的弱点，就要多加练习，才能战胜敌人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好好练习马步。
大家继续练习。是。好。赵将军，这位是诸葛亮军师，卧龙先生有礼。常山赵子龙，敌军只要听到这个名字，已经闻风丧胆。军师过奖。诸葛军师，居然有闲情四处闲游。军师想了解一下军情。素闻军师见多识广，请问有没有训练士兵的良策？士兵除了体能武艺要勤加锻炼之外，最重要的是培养士气。士气就是团结意志。一人力小，10人力大，一箭一折，10箭难折。嘿，我们别妨碍诸葛军师了解军情。练力气、练兵器就知道怎么练，士气又看不到，怎么培养啊？军师的话好像颇有道理。嘿，你我久经沙场，经验比他丰富多了，他就只会说而已，不用理他。月亮真亮啊！是吗？不是说明吗？亮啊，亮啊！有分别吗？该说你是猪好呢，还是葛好？什么猪什么葛啊？诸葛亮啊！你这几天有没有见到他？哎，我见过他。是不是很沮丧、苦瓜脸呢？他不沮丧，还教赵子龙将军练兵要培养士气，但是张飞将军不听，还说不用他管啊。被人瞧不起，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话，谁叫他不找我辅助啊？他活该呀！玉勋大哥，你不要这样说诸葛军师啊，他只不过不找你做，不找别人行，不找我就不行。活该诸葛亮不亮，遮住啊！遮住！夫君，夫人，我职业已深，倒是想再看一会儿，你先歇歇。知道你忙，我准备了花茶给你提神啊。夫人，饿的话记得吃些东西。我不看军情了，陪你闲谈，喝茶，吃东西。你公务繁忙，无需理会我。再繁忙对我来说都是轻而易举之事。我是卧龙先生嘛，一目十行，速度超级快。啊？哦，我在学司马姓说话。你身为军师，公务繁重，真的无需为我分心。但是留下你一人在翰林堂，终日无所事事，我于心不安。不会，我很忙。翰林堂有很多藏书，而且都很珍贵。多读不仅可多晓藩文，更可知天下事。或许对夫君你行军作战也有所帮助。你总是为我着想。我是为我自己着想。你知道我很喜欢美食，有些藏书写了很多美食，甚至连西域深毒的也有。西域深毒的美食，在张骞手札之中有所记载。在深毒有种香料，制成酱汁之后，香气四溢，一世难忘。可有名称啊？古里。古里？嗯。好香啊！莫非就是古里？我试着做，但是不知能否成功。来。对不起啊，夫君。夫妻就是要有福同享，同甘共苦啊。喂，别跑！老伯，城外哨兵回报，在牛头山发现一名可疑人物，本想将他生擒，岂料被咬破口中毒囊，当场毒发身亡。是我军的军营镇视图，这个人
不仅是北方装束，在他身上还搜出曹军的货折子，应该是曹军的探子。他既有密函，其中更有我军的秘密，肯定有人与他接头。当场采药者临死前说，有一名穿着我军兵服的男子跟这个自尽的探子在一起。我军有内奸，一定要尽快找出这个内奸才行啊！军有上万士兵，要找如同大海捞针。两位军师，有何良策？主公，孔明有一提议，一事无妨。我们可以使用排除法，挑出当日并无驻守、正在轮休的士兵，再从中挑出那些没人能证明身处何地的人，一一排除，找出疑犯。大哥，排除之后有这20名疑犯。诸葛军师的计策是好，但是内奸只有1人，请问有何办法知道是何人？虽然不至于大海捞针，但是也能说是在池塘里。怎么捞呢？诸葛军师，你胸有成竹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对策。主公英明，牛头山长满鬼针草，当地之独有。鬼针草种子尖而有倒刺，容易勾在衣物上。我在曹军探子尸首的裤管里面发现鬼针草，只要大家检查这20个人的衣物，便自有分晓。好，毕竟是我偶像，有本事。诸葛军师，衣物上有鬼针草的，总共有8名士兵。他们当中有休假去找草药的，有回乡探亲的，有去游玩的，总之各有各的理由，曾去过牛头山。哎呀，还是差一步。诸葛军师，你一定还有对策，是吗？谁和谁推弓引箭，伏於翻海？谁和谁追心刻骨，但未敢愛？谁祈求腥風血雨再種花開？熱血赤膽，從無可替代。橫越長空與深海，用時歸去有來。漸慢從一剎張開，以後必更精彩。日月塵灰現於腮，故事總有你在。記住，如果要分開，再回來。